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今天我们来讲谷歌云 （Google Cloud）。对于新注册的用户，谷歌提供了总共$1300的可以使用余额。我刚刚注册的账号已经成功拿到了这价值$1300的可以使用余额，并且我已经成功把之前的代码移植到了谷歌云上面，它可以完美的运行。我现在可以在 Google Cloud 上面使用 ComfyUI 的代码，使用它的提供的显卡，以及像 Flask SD3.5 这样的大模型去生成 AI 的图像，这一套是可以走得通的。我已经把这一套全部走通了。如此激动人心的消息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分享给大家了。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你应该已经有了2个可以免费使用 GPU 的平台，第一就是 Kaggle， 第二就是 Google Cloud。Kaggle 它因为是纯免费的，你1分钱都不用花。但是呢，第一它只提供了20G 的可以使用空间，第二就是它只提供了1个种类的显卡，那就是英伟达的 T4 显卡。而 Google Cloud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云平台，它不完全是免费的，但是它首先会消耗它送你的那一部分可用余额，在消耗完之后你才会真正的花钱。大家看一下我这张账单，昨天晚上我使用了谷歌云，我用了它英伟达 T4 的显卡，还使用了100G 的硬盘空间。在我所在的地区，这个配置的价格是每小时$0.52，我使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它扣了我$0.4，然后我其实没有花任何钱，这$0.4是从它免费送我的那$1300里面扣除的，我没有花任何的钱。而且它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显卡，除了 T4 之外，还有别的种类的显卡。还有就是它的硬盘空间可以任意的配置，你可以轻松的选择100G 或者是以上的硬盘空间，这样的话你就能下载更多的大模型在上面。所以我们这次视频总共包括以下内容：第一就是注册 Google Cloud 账号，第二激活 Vertex AI 服务，第三创建 Vertex AI 服务器，第四使用 ComfyUI 代码以及 SD3.5 或者 Flask 大模型生成图像。最后我们要关闭服务器，查看账单以及查看剩余的可用余额。好了，我们就不废话了，现在开始吧。好的，现在我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谷歌云。我们会在谷歌的云端部署 ComfyUI， 我们可以搜索 Google Cloud， 出来的第一个基本上就是谷歌云了。我们点击它，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谷歌的邮箱，用你的谷歌邮箱登录就行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是新用户的话，它会送你$300的免费的积分。让我现在来点击这个 Get Started for Free。首先在这里呢，它就会要求你填写你的个人信息，比如说你所在的国家，然后等等，我们就照着这个一直填写就行了。然后这里要添加你的付款的方式以及付款的信用卡。前面你有$300的免费的使用积分，对吧？但是在这里你依然要填写你的付款方式才可以使用。然后现在我会来添加我的信用卡。好的，现在我的个人信息还有信用卡已经填写完成了，让我点击 Start Free。好的，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们需要回到我们项目的主页，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。如果你找不到这个页面的话，可以这么样操作：打开你的谷歌，然后搜索 Google Cloud Console， 搜索这个，然后出来这个第一个 Google Cloud Console， 你点击它，就能够来到你的项目所在的主页。这里呢会显示你的名字，
然后这个地方会显示你项目的名字。这里是谷歌给我默认创建的，叫 My First Project。在这里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，你需要激活你的账号才能拿到那个$300的奖励。我现在已经激活了，所以你看到的页面和我的这个不一样。你看到的页面是这样的，让我来打开一个截图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页面，并且没有激活，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。这里呢，它会显示你的名字，然后这里是你的项目的名字，然后在这里，就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按键，它写的是 Activate Full Account， 就是激活你的账号。你要点击这个按键，就能把你的账号激活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能领取这$300的余额。回到我的页面，你可以看到我是前2天注册的这个新的账号，本来是$300，现在变成了$1300。我发现它是因为它又奖励了$1000，这个是它用来推广它的那个 Gen AI 的，就是怎么样查看自己的奖励的金额，对吧？我们点击这个3个横杠，然后有一个 billing， 也是账单。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在这里搜索 billing， 然后出来很多，你要点击这个，点击这 billing， 然后呢，这里就会显示你的账号到目前为止的花费。然后怎么查看自己的余额呢？在这个地方点击 credits， 点击进来以后，可以看到它总共奖励了我$1300。这里是$300是新账号的这个奖励，另外一个是 Gen AI App Builder， 这个是$1000。然后这里有它开始和结束的日期。如果你是这2天申请的话，你应该得到这2个，应该是都有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点击这3个横杠，然后呢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Vertex AI， 这就是谷歌AI 相关的服务。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的话，你看你在上面这个搜索框也可以搜索，在这里搜索 Vertex AI，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点击它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账号登录到这个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点击这个 Enable All Recommended APIs， 把这个打开，我们要点击它，因为我们需要先授权，我们才能使用这个 Vertex AI 里面的服务。就是关于 Vertex AI 授权所花费的时间，可能是有长有短的。在我这边大概花费了1个小时吧。我是一直在这等待，但是呢，它没有那个反应，所以我就把它关闭了。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，我回来它就授权完成了。比如说我现在打开 Vertex AI，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Vertex AI， 我点击它，然后我现在看到的页面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个 Show API List， 我如果点击它，可以看到这里下面有一堆这样的 API， 说明这些 API 已经被授权了。这个对于不同的用户，可能你所在的地区也不一样，所以它授权花费的时间也不一样。我感觉可能是1到2天也是有可能的。如果当天你看不到这个授权的结果的话，我建议可以等一下，等1到2天，你回头来查看一下这个 Vertex AI 是不是被授权了。现在我们要在 Vertex AI 上面创建一个服务器，点击这个 Workbench 这个地方 Create New， 这2个是一样的。我点击这里，第一项是名字，可以使用默认的，不用改它。第2个是地区，这个地区呢一定要选择距离你比较近的服务器。比如说我在美国西海岸，然后就选择 US West 这些服务器。如果是亚洲地区的，往下面看，可以选择这个台湾的服务器、香港的服务器，还有东京的服务器。然后第2个是地区，那个就是你这个服务器下面可能还有不同的分区，下面就随便选就行了。
然后这里它有一个添加一个英伟达的 T4 显卡，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？一定要有显卡才能运行，我们把它勾选上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如果在你创建的时候看不到英伟达的 T4 显卡，你可能是点击的另外一个按钮，我来演示一下。刚刚我点击的是这个 Create New， 现在我来点击下面这个 Create New， 这样的话它是打开了一个高级页面的选项。这里就是这个服务器的名字，可以保持默认。这里是地区，自己选择，然后这边随便选择。这里下面的也不用改。在左侧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点击第二个 Environment， 就是环境，这个地方也不用改。我们点击第三个 Machine Type， 这里就是选择芯片的地方。它默认的是只有 CPU 的，所以我们要使用 GPU 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GPU， 点击它，这里呢就是你选择 GPU 的地方。比如这里有一个下拉的列表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显卡的选项和我的应该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如果修改我所在的地区，比如说我现在选的是中部，假如说我选择美国西部或者美国东部，这里可以用的显卡的类型是不一样的，一般都会有 T4， 因为 T4 是最基本的显卡，我在这里可以选择 T4。然后 GPU 的数量我可以选择1，然后下面是这个 CPU 的有多少个 CPU， 多少个内存，然后再往下面，这个是硬盘的选项，我们在这里可以改变硬盘的类型。现在它默认的是标准的，我们可以选择 Balanced， 这样它的硬盘会更好一些，但是它的花费也会更好一些。然后点击这个Create 就能创建了。比如说我现在点击它，然后就能创建了。我说一下这里的价格，然后以及它的配置。可以看到它的硬盘空间是100GB， 然后这里的花费，首先它估算的是1个小时0.48美金，然后1个月是346美金。这里它不是真正要扣除你这么多钱，它只是给你估算，它的花费是按每小时去计算的，每小时0.48，如果不够1个小时的话，我记得它是按照每半小时或者每15分钟去按照那个你具体的使用的时间的%去收你钱的。然后这里我就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Create， 就创建这个服务器。看到这里它正在创建，我刚刚创建服务器失败了。我们创建服务器的时候最经常遇到的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不允许创建任何带有 GPU 的服务器，默认的给新用户设置的是0，这也是为了保护你的。所以我们要改一下这个默认的GPU 的上限。然后在这里，然后点击这3个横杠，找到这个 IAM， 点击它，然后在这个 IAM 这个地方找一下，在这个地方点击它，大家看我拷贝了这个关键词 GPU's origins， 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下面它有一个提示，对吧？我们点击这个出来的这个弹窗，点击它。好的，点击它以后看到这个地方是0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创建。修改一下它，我现在选中它，然后点击这个 Edit， 就是这样提高一下我们的上限。然后现在我们可用的是0，然后我这里填1，填上1就是说我们想最多使用1块 GPU， 然后这里还要写上原因，然后就随便写一下吧。我写的是个人项目，然后在这里点击下一步，然后这里是个人信息、电子邮箱还有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可以不用写，以防万一我也写上，我把电话号码也写上，然后提交这个申请。
他们已经收到我的申请了，然后让我等待回复，所以今天还用不上，可能这个时间不知道需要花费多久才能够得到他们的回复。我先把这个关闭。好的，现在让我来说一下另外一个错误。其实它不是一个错误了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常见。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，就是你在创建服务器的时候，你做的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办法创建。它给你的提示是这样的 ：Does not have enough resource available to fulfill the request。其实说白了，它就是说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去满足你的申请，所以就创建失败了。这个东西非常的常见，那是因为 GPU 资源非常的紧缺，尤其是我们是新用户，我们是来免费薅羊毛的。谷歌它也不是傻子，它知道我们是免费用户，所以你说它能轻易的把 GPU 的资源给我们用吗？对吧？你要是老板，你也不会这么做。所以大家就总结出来很多方法，就怎么样能很快的创建带有 GPU 的服务器。我这里说几个方法吧。第一个就是创建失败了，对吧？那你就接着创建，就不用管它。在这里创建失败，然后你就还按照刚刚你的选择不同的地区什么东西之类的，你就接着创建，接着去实验，对吧？你总能抢到那个 GPU 的资源，你要去抢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你改变一下地区，在这个地方 region， 比如说你是亚洲的，刚开始你选择台湾的服务器，然后你可以试一下香港的服务器，然后再不行再试一下首尔或者东京的服务器，改变你的服务器，然后服务器下方还有不同的分区，这里也可以改变。其实整个亚洲地区它的那个延时你基本上感觉不到的，所以你选择这几个地区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就是尝试不同的地区，然后再去创建，这是第二个方法。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高级的创建选项，创建的页面，点击这个 Create New， 这是高级的页面。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不同地区，对吧？在这个地方硬盘的类型，它给你的是标准的，上面这个是 standard 标准的，下面这个是平衡类型的。你可以把这第一个也变成 balanced 不同类型的，你可以看到价格会上升一些。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变成 SSD， 这个又更贵一些，看到没？就是你用的硬盘的类型越好， SSD 是固态硬盘，所以它肯定是更贵。你就通过改变这些不同的配置，去不停的去尝试这个服务器，你去创建它，然后看一下怎么样去逃过这个系统的检查，对吧？他就是说没有资源，其实它是有资源的，但是我想谷歌可能首先把这些资源给那些真正花钱的人用，对吧？我们是免费薅羊毛的。其实我另外一个账号是真正花钱的，我那个账号那个免费的资源已经用完了。即使是真正花钱的账号，我发现有时候我也拿不到 GPU 的服务器，创建它总是失败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就只能这种多次的尝试。所以你把我刚刚说的这些方法混合在一起，去不停的尝试，然后还可以错开不同的时间去尝试，你总能创建出来你需要的那个 GPU 的服务器。现在可以看到我已经有了一个服务器，它正在运行，内存是15GB， 然后呢有一个英伟达 T4 的显卡。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它了，点击这个按钮 Open Jupyter Lab， 点击它，把这个文件直接拖拽到这个窗口，然后我们双击这个文件就把它打开了，然后这里要选择 Select Kernel， 就选择 Python 3就行了。稍微等一下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状态是一个小闪电，说明它现在正在尝试连接啊，现在正在闪，然后变成一个
白的了，说明它已经连接完成了。然后如果你点开这里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状态有4个虚拟的 CPU， 内存是15G， 然后有一块英伟达的 T4 的显卡。好的，然后怎么运行呢？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代码框里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线，说明我们选中了这个代码框，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。正在运行，正在安装Comfy UI 的代码以及其他的插件。好的，大概2-3分钟吧，显示第一部分代码已经运行完了。第二步我们下载模型，我们拿这个 SD 3.5 的模型做一个实验吧，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模型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从 CVTech 上面下载这个模型，我们回到代码这边，来到下面，这个就是下载模型的代码框，把鼠标放到这个代码框里，放在这个代码框里就选中它了，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运行符号，下载这个模型。这个模型是14G 左右，正在下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到第3步，启动我们的网页服务器，同样的把鼠标放到这个代码框内任意的地方，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。出来这个链接，稍微等一下，它检测到了我们有英伟达的 T4 显卡，没问题，很好。加载我们的插件，所有的插件都加载完，出现 Starting Server， 非常好。可以说这个代码在这里能够完美的运行。我们点击这个链接，点击这个按钮，第一次加载稍微慢一些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现在我们设置一下这个界面，点击左下角这个设置按钮，然后在 Menu 这个选项勾选上这个按钮，然后在这个框里再点击一次 Top， 可以看到上面出现了 GPU 和 CPU 的使用，它的实时的监控，然后再点击 AGL 改变一下语言，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语言。选择之后，它会自动刷新。好的，现在是中文的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图了。我们的工作流文件，这个我会分享给大家。我们把它这边其实也不用清空了，我们把这个文件直接拖拽到这里，然后松手。它就会自动把之前的那个系统给的默认的工作流清空，然后这个新的工作流放在这里，然后在这个第一步 checkpoint 我们下载了 SD 3.5 的模型，所以这里只有一个选择，我们选中它，然后这里是提示词，让我到这个代码这个地方拷贝一下吧。这个代码我会分享给大家，不要着急，你拿过来就能用了。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，拷贝这个提示词，然后来到这个界面，拷贝在这里，然后图像的大小我也不做修改了，就1280这个吧。这里我也不做修改了，直接开始生图吧。点击下面的这个 Q， 好的，可以看到它已经正常的工作了，也已经能出图了，说明这一套方法用在谷歌云上面是可以成功的。然后让我再生成一幅图像，在这个管理器这个地方有一个设置，在这里预览方法它默认的是5，你要选择这个 latent，
选择 latent， 然后这里就有中间的实时的结果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能看到它出图的过程，又生成一幅图像。应该看一下，这个手是有问题的。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修的。现在我们第一步已经走通了，我来演示一下怎么关闭吧。我们先把这个网页关闭，然后回到谷歌云这边。这是我们的服务器，它还在运行。我们选中它服务器，然后直接点击这个 delete。然后它问我们是否删除，如果删除的话，所有的这个服务器里面的数据都会丢失。我们点击这个确认，然后它就会删除这个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账单。我是昨天晚上使用的谷歌云，然后昨天其实并没有出账单，今天已经过了24小时，让我来查看一下。我们来点击左上角的这3个横线，然后再点击 Billing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我昨天使用了0.4美金，其实我使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然后它每小时是大概0.5美金左右，所以它并没有扣0.5美金，它是按照使用的时间%比来扣除的费用。其中这0.4美金全部是从它送给我的免费的1300美金的可用余额里面扣除的，我实际的花费是0。然后我们可以确认一下，我可以点击左边的这个 credits， 就能查看到我现在剩余的可用余额。可以看到这里原来是300，现在已经变成了299.61，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从头到尾完全演示了如何使用谷歌云。总体来说，我感觉使用体验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它比开购那边更灵活，开购只给了20G 的空间，这边的硬盘空间可以任意的配置，能够让我同时下载更多的模型。有2个文件我要分享给大家，第一个就是刚刚使用的那个代码文件，第二个就是 SD 3.5 的工作流文件。这2个文件我会打包上传到我的开购网页，然后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，大家可以下载就能使用了。你不需要写任何代码，只要点击就能使用。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，还有在注册谷歌云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所有的留言我都会回复。好吧，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了，下次再见吧。